本文是2023年8月19日作者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2023金砖国家治国理政与人文交流论坛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作者次观察者网发布。此次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国际传播集团主办，南非有关机构协办。文保罗·巴蒂斯塔。首先，我要感谢本次研讨会的组织者盛情邀请我就金砖5国集团面临的问题简要发表意见。我很荣幸能来到这里，特别是与我们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共同参与这个小组的讨论。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迈向现代化，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谈我们5国合作的一个领域去美元化和金砖国家可能产生的新货币。国际媒体经常提到这个问题，金砖国家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普京总统和卢拉总统的宣言也曾提到过这个问题。最近，金砖5国在双边贸易安排中采用本币取代美元，这些安排降低了交易成本，消除了政治风险。与此同时，各国中央银行，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本国货币双边互换额度，这日益成为外部流动性和国际收支支持的来源，包括对非金砖国家的支持。阿根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未来一个可能的推进方向是逐步扩大这些双边安排的数量和范围。还有就是将5国之间的这些双边倡议多边化，这些倡议相对比较简单。本文的重点是讨论雄心勃勃的共同货币构想，顺便提一下，如果没有共同货币，金砖5国的双边或多边贸易计划的范围将会受限，通过国家货币交换开展的国际贸易不能称为易货贸易，这意味着参与国之间保持着双边平衡，在任何特定时期都不可避免的存在顺差国和逆差国。顺差国将以逆差国的货币积累货币资产，而逆差国的货币往往容易贬值，这将会使顺差国对超出一定限度的双边安排保持警惕。举个例子，在没有25的情况下，中国和南非的双边贸易中，中国是顺差国，货币互换协议之下，中国会积累大量的南非兰特。相比之下，兰特表现不够强劲，中国可能并不想长期持有，可能会选择抛售到国际市场，这就会加大兰特贬值的风险。要打破这些限制，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储备货币，以便使顺差国能够积累安全的储备资产，并使债务国能够保证顺差国手中的货币存量不会为了保值而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被抛售。共同货币的背景，在俄罗斯的倡议下，金砖国家自2022年以来一直在讨论创建新货币的想法，但目前仍处于萌芽阶段。自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元货币霸权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日益运转失灵。众所周知，这一体系的根本矛盾在于，国际体系主要依赖于单一国家货币，并根据创始国的利益进行管理。我顺便指出，如果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被以人民币为基础的体系所取代，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被多货币国际体系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美元会逐渐输给人民币和其他国际流动货币，那么这一矛盾仍然会存在。在过去的70多年里，美元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货币，它履行着国际职能，是记账单位、合同和价格的计价货币、储备货币和支付手段。然而，它始终是由国家中央银行管理的国家货币，美国优先与更广泛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利益无法保持一致。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并受到严厉批评，包括来自于美国盟友的批评。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和他的财政部长瓦莱里德斯坦曾抱怨美元的特权过高，并提议恢复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没有成功。美国一直顽强抵制任何削弱其货币国际地位的企图。仅举一例，1969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内部创立的特别提款权 SDR， 就从未被允许发展壮大并发展成为正式货币。美国总是利用自己在机构中的否决权，阻止特别提款权威胁到美元作为霸权货币的地位，哪怕只是微乎其微的挑战。从2007年到2015年，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任职的这些年里，我们试图在提高特别提款权 SDR 的作用，但总是遭到美国的抵制，我们的成果甚微。之所以在此提及 SDR， 是因为它可能会为如何构建金砖国家共同货币提供一些启发。美元的最大敌人，上述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问题众所周知。近年来的新情况是，
美国越来越积极地利用其货币实现政治和地缘政治目的。美元武器化已经出现，即利用国家、国际货币以及整个西方金融体系来打击敌对国家或被视为敌对国家的国家。其中，委内瑞拉、伊朗、阿富汗以及俄罗斯等国都成为了施加制裁和惩罚的目标。而这些制裁和惩罚措施之所以能够实施，完全是因为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在世界上所占据的地位。自越战的惨痛经历以来，美国及其盟国不愿实地部署，不愿让他们的士兵再冒战争的风险，而是让美元起了充当代理战士和大规模经济和金融的破坏武器。俄罗斯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例子。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及其欧洲盟国下令冻结俄罗斯以美元和欧元投资的官方储备，冻结金额约为3000亿美元，约占俄罗斯国际流动资产的一半。如果这种情况都能发生，那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显而易见，利用和滥用美元的特权地位，导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丧失了合法性，这是对美元信心的极大削弱，而信心是任何货币都不可或缺的条件。一句话，今天美国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主要敌人，因此是美国自己创造了一个有利于讨论货币体系改革和去美元化的环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金砖5国开始讨论如何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建立货币联盟，并最终使用共同货币的便利。金砖共同货币的可能途径，建立金砖国家共同货币究竟有哪些途径呢？这个问题很复杂，既是金融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对于金砖5国来说，这是一个新领域，我们尚未涉足过。我在此只谈几个方面，并不打算详尽展开，因为现在提出具体和详细的建议可能为时尚早，需要认真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俄罗斯执行董事 Alexei Mosin 最早注意到了下面这一令人惊喜的巧合：金砖5国的货币均以字母2开头，雷亚尔、日右卢布、Ruble、卢比、入批人民币、人民币和兰特 Rand。于是他提议将金砖国家可能使用的货币命名为25，这为金砖国家共同货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25可以首先作为一个记账单位，采取5国货币篮子的结构，类似于特别提款权 SDR。5种货币的权重将大致反映5个经济体的相对权重。人民币在一篮子货币中的权重较大，其次是卢比，然后是雷亚尔和卢布，兰特的权重较低。举例来说，中国货币可以占篮子的 40%， 印度货币占 25%， 俄罗斯和巴西货币各占 15%， 南非货币占 5%。25可以以特别提款权 SDR 为基准，一个25等之于一个 SDR， 并在此基础上浮动，以反映其货币篮子相对于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变化。25可以以特别提款权 SDR 为基准，一个25等之于一个 SDR， 并在此基础上浮动。图为 SDR 篮子各货币组成权重变化。25可以以特别提款权 SDR 为基准，一个25等之于一个 SDR， 并在此基础上浮动。图为 SDR 篮子各货币组成权重变化。在第一阶段，除了在金砖5国建立的金融机制新开发银行 NDB 和应急储备安排 Crown 的内部会计中取代美元外，还可将25用作某些政府交易和官方会计记录的计价单位。这一步骤相对简单，如果5国达成共识，可以迅速实施，且无需大量成本。俄罗斯和其他金砖国家都在讨论这些初步想法。据我所知，俄罗斯官员和专家提出的建议并没有超出第一阶段。在此基础上，还有含糊的说法称，随后将用黄金和或其他商品来支持25。众所周知，货币不仅要履行记账单位、价格和合同的计价职能，还要履行价值储藏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如何确保25能够实现所有这些功能？谁来负责发行25并将其投入流通？25是有实体形式还是只有数字形式？是否有必要建立金砖国家中央银行并统一货币政策？一种货币要想令人满意的履行所有货币职能，就必须激发人们的信心，从而被广泛接受。为了使其获得信任并具有公信力，对货币的发行必须进行严格监管，而且还必须有序的进入流通环节。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思考和严密规划，而目前思考和规划尚未开始。我提出一些初步意见供大家讨论。首先，25不一定要有实体存在，它可以只是一种数字货币，也没有必要建立一个金砖国家中央银行去负责执行5国的货币政策。
多种原因来看，这样做是不现实的。换句话说，金砖五国的目的并不是创建一种单一货币来取代五国自己的货币，只需建立一个发行银行，负责按照预先确定的规则发行二五。二五不干涉五国中央银行的行动，五国中央银行将继续履行货币当局的所有典型职能，即确定利率、开展外汇和公开市场业务、管理国际储备以及金融监管任务。因此，金砖国家不会丧失货币主权。二五将只是一种虚拟货币，用于国际交易，最初是各中央银行之间的交易。如前所述，它可以作为一种价值储藏手段，使金砖五国的顺差国在与其他金砖五国的双边贸易安排下进行交易时维持二五的累积余额。随着二五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它可以更广泛的发挥价值储存和国际储备手段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它将类似于凯恩斯在20世纪40年代初提出的建立国际货币巴恩库尔的建议。当时凯恩斯试图用巴恩库尔来组织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没有成功。在概念上，25也类似于现任巴西财政部长费尔南多·哈达德和巴西中央银行董事之一加布里埃尔·加利波罗在2022年提出的南美洲共同货币的建议。应该强调的是，新的金砖货币不会取代5个国家的货币，甚至从长远来看也不会。我们5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远未达到建立货币联盟所需的最低标准。25将是一种平行货币，与5个国家的货币并存，主要用于国际目的。以什么为货币锚？如何确保25被广泛接受？如前所述，俄罗斯官员和专家提到了黄金或其他形式的大宗商品货币来做货币锚。在我看来，这行不通。黄金乍看起来似乎很有吸引力，但实际上是一种倒退的想法，这会回到凯恩斯所说的野蛮的遗迹时代。从技术上讲，支持一种货币意味着将其建立在一种坚实、可靠和相对稳定的资产之上，这样才能使得货币得到广泛接受和流通。要使这种支持具有实际意义，严格来说，新货币必须能够以固定汇率自由兑换所锚定的资产。在20世纪，黄金越来越难以发挥这种支持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其作用逐渐减弱。直到1971年，美国单方面下令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才彻底放弃了这一功能。如今，与黄金挂钩的方案更站不住脚，更不用说不可行了。如果采取这条道路，金砖5国将不得不保留大量黄金储备。发行量越大，黄金储备就越多。黄金价格波动剧烈，这将导致金砖国家的国际储备价值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化。25的价值将取决于影响世界黄金市场的无数因素，它将与黄金一起波动，失去作为基准的能力。任何其他大宗商品或一篮子大宗商品作为新货币的基础都有同样的缺点。总之，25不能采取过时的大宗商品货币的形式。黄金在 IMF 的货币中没有任何作用，这并非偶然。特别提款权没有与黄金或其他贵金属挂钩，而是由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支持的。这意味着特别提款权持有人有权随时自由地将特别提款权兑换成美元和其他具有国际流动性的货币。IMF 能确保 SDR 的可兑换性，并依靠其储备，必要时依靠发行国际流动货币国的承诺，提供额外资金来支持特别提款权。因为对特别提款权有信心，各国毫不犹豫地持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成为其官方储备的组成部分。当然，这种可兑换模式并不能解决25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兑换成国际流动货币。金砖5国的高额国际储备可以确保25兑换成美元、欧元或日元。当然，为了确保其被接受，25可以自由兑换成美元、欧元或日元，这就彻底违背了设计金砖共同货币作为美元替代品货币的初衷。下一步怎么办？如何确保25被广泛信任和接受？一种可能性是将25转换为由5国担保的债券。25发行银行还将负责发行不同期限和利率的25债券，25可以自由兑换成25债券。25以发行银行自身创造的资产为后盾，实际上是一种信托货币。与美元和其他国际流动货币的性质相同，25债券将是5国对新货币提供担保的具体金融表现形式。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历史上重要的货币改革，特别是1923年德国的超稳定货币改革，即所谓的 Rentenmark 奇迹。当时德国必须寻求黄金和美元的替代品，以可信的方式支持一种新货币。
一个灵感来源就是现代货币与国债和金融体系的关系。大多数现代货币都是纯粹的信托货币，即使不能兑换成美元或其他国际流动货币，也可以自由兑换成政府发行的债务。这些债务具有流动性、有偿性，并且几乎没有信用风险。新开发银行可以扮演重要角色。新货币将通过5个国家的行动进入流通渠道。25可以从中央银行之间的流通开始，逐步扩大到其他政府业务，以及与金砖国家以外的中央银行的交易。正如普京总统最近与新开发银行现任行长迪尔马罗塞夫 Dilma Rousseff 的会晤中所强调的，金砖国家集团迄今为止的主要实际举措，新开发银行 NBD 可以发挥作用。新开发银行至少可以从3个方面推动世界经济的去美元化进程。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加快其资产和负债业务的非美元化进程，用 NBD 成员国的本国货币发行债券和提供贷款。第二，通过其研究部门支持有关国际体系改革和最终建立25的研究和会议。第三，在更高级阶段，帮助新货币进入流通，发放贷款和发行以25计价和应付的债券。全球南方国家的期待。为了推进金砖共同货币的讨论，金砖国家领导人在2023年峰会上可以要求其财政部长和研究机构以协调的方式研究这一问题，并在2024年于俄罗斯举行的下一届金砖国家峰会上提交这一工作的结果。我们可以成立一个专家小组，评估创建金砖国家货币的便利性和可行性。目前还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也不知道各国是否已经就深化这一问题的讨论达成了共识。如果讨论确实取得了进展，金砖国家领导人可以在2024年的下一次峰会上做出决定，开始正式讨论新货币的可行性。然后就有可能在巴西担任主席国的2025年峰会上做出创建25的决定。最后我想说的是，随着包括巴西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对美元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满日益加剧，人们倾向于把目光投向金砖国家集团。金砖国家本身和其他南方国家都对金砖国家货币期望很高，希望我们能够提供值得信赖的美元和西方金融体系的替代品。